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地方，却好像活在不同的星球上。我们为了一点小事烦恼，为了一点折扣争抢，却忘了世上还有那么多人，为了最基本的生存，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就在2025年1月15日，一个让全世界都震惊的消息在印尼最大的新闻网站上炸开了锅，标题赫然写着“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够了”，副标题更是夸张，台湾人的善良让我哭了，他们真疯了，用爱征服了我们。短短24小时内，这篇报道的浏览量突破300万，留言超过2万则。更离谱的是，印尼网友们像中了魔一样，集体在社群媒体上赞美台湾，台湾是天使的国度，我要让我的孩子学繁体中文。韩国网友都看不下去了，在论坛上发问，印尼人是收了多少钱？这么夸张的彩虹屁一定是假新闻，哪有国家会因为一个炒锅就感动成这样？等等，炒锅？什么炒锅？故事要从2024年11月的某个平凡周末说起。桃园一个普通的套房里，28岁的陈雨婷正在整理搬家物品。这个电锅留着好了。她看着手上的不锈钢炒锅，纠结了一下。这个炒锅卖掉吧，新家厨房太小了。她随手拍了张照片，上传到购物平台，标题简单明了：二手炒锅150元，状态良好，桃园面交。雨婷心想，这种二手货应该很难卖。说不定最后还是得丢掉。没想到上架不到5分钟，手机就响了。您好，炒锅还在吗？我想要买。信息来自一个连大头贴都没有的账号，用户名只有4个字母，中文打得有点生硬，一看就不是台湾人。雨婷犹豫了一下，网络诈骗这么多，这种没头像的账号特别可疑，但对方接下来的信息让她改变了主意。请问可以今天面交吗？我真的很需要。拜托了，后面还加了一个合掌的表情符号，那种急切感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，雨婷心软了。好吧，晚上7点，桃园火车站前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对方回复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还连续发了好几个感谢的贴图。晚上6点50分，雨婷提前到达约定地点，桃园火车站前人来人往，她找了个显眼的位置站着，手里拿着装炒锅的塑料袋。7点整。没人来。7点10分还是没人。7点15分，雨婷开始不耐烦了，就知道是诈骗。她愤怒地打开手机，准备发信息骂人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远处有个人影正在狂奔，那是一个看起来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深色皮肤，瘦小的身材，身上的工厂制服已经被汗水完全浸湿。他一边跑一边挥手，嘴里还喊着什么“对不起”。年轻人终于跑到面前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不断道歉：“真的对不起。”雨婷这才看清楚，这是一个印尼面孔，额头上的汗水像瀑布一样往下流，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。你还好吗？雨婷被他的样子吓到了。我是印尼人。年轻人努力调整呼吸，工厂加班赶不上公车。他掏出手机，颤抖着打开谷歌地图。雨婷看了一眼，上面显示从某个工业区到火车站的步行距离是7.3公里，预计步行时间1小时25分钟。雨婷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个人为了买一个150元的二手炒锅，竟然跑了7公里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看到有人为了一个二手炒锅跑7公里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你喝点水吧。雨婷勉强从包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，印尼人接过水，眼眶突然红了。谢谢，真谢谢。他小心翼翼地只喝了一小口，然后把瓶子还给雨婷。不用还，都喝了吧。雨婷说，你这样太辛苦了，不行。印尼人摇摇头，水很贵。这句话让雨婷心里一震，连一瓶20元的矿泉水都舍不得喝完的人，却愿意为了买炒锅跑这么远。你住哪里？雨婷问。工厂宿舍。印尼人指了指远方，8个人一间。雨婷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8点了。你还没吃晚餐吧？我家就在附近，要不要先去做一下？印尼人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。真的可以吗？不会麻烦吗？走吧。
雨婷已经转身带路，顺便我家还有一些要丢掉的东西，如果你需要可以拿走。一路上，印尼人不断地说谢谢，多到让雨婷都不好意思了。到了雨婷的小套房，她打开门的瞬间就后悔了，倒不是怕什么，而是觉得自己家太乱了，到处都是打包到一半的纸箱。不好意思，我在搬家，有点乱。雨婷刚要解释，但印尼人的眼神却像在看皇宫，好大，好漂亮。雨婷这才意识到，对于住在8人宿舍的她来说，一个人的小套房可能真得算是豪宅了。你先坐，我去倒水。雨婷打开冰箱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这里有。她突然停住了，冰箱里有些即将过期的食物，本来打算丢掉的。我这里有些面包和牛奶，明天就过期了。你要的话。印尼人的眼睛亮了起来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，不然我也是要丢掉。雨婷把食物拿出来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。她走到阳台的储藏室，搬出几个积灰的纸箱，这些都是要丢掉的东西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的。一个小电锅，几条碗筷，一些毛巾，一个电风扇。对雨婷来说是负担的旧物，在印尼人眼中却像宝藏。这个电锅还能用吗？印尼人小心翼翼地问。可以呀，只是我新家有更大的。雨婷说，你拿去吧。就在这时，印尼人突然蹲下来，肩膀开始颤抖。雨婷吓了一跳，走近一看，发现他在哭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雨婷慌张地问。印尼人抬起头，泪流满面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感动了。他用袖子擦掉眼泪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大约3岁的小女孩，两人都笑得很灿烂。背景是简陋的房子，但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这是我太太和女儿。印尼人的声音哽咽。我已经8个月没见到他们了。我来台湾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养家，每个月的薪水扣掉中介费和基本生活费，能寄回家的很少。印尼人深吸一口气。我太太生病了，需要钱看医生，所以连炒锅坏了我都舍不得买新的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今天看到你的2手炒锅150元，我算了很久，这个月如果买了，可能要少寄500元回家。但是没有锅子，我就不能自己煮饭，在外面吃更贵。原来那7公里的路，承载的不只是一个炒锅的重量，还有一个父亲对家人的责任。雨婷的眼眶也红了，她站起来，走到房间里，翻找着什么。你在用智能型手机对吧？有 Facebook 吗？她问。印尼人点点头，不明白他要做什么。我有个朋友开印尼餐厅，最近在找周末的厨房帮手，薪水比工厂高，而且包餐。雨婷拿着手机说，我帮你问问看。印尼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们才刚认识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雨婷笑着说，况且能为了家人这么努力的人，一定是值得信任的。当晚，印尼人离开时，不只带走了炒锅，还有一大袋的生活用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手机里多了一个餐厅老板的联络方式。走到门口时，印尼人突然转身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姐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的恩情。雨婷连忙扶起他。哎呀，别这样，大家都是出外打拼的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印尼人走后，雨婷站在窗边，看着他提着大包小包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他不知道，这个平凡夜晚的善意之举，即将在网络上掀起一场温暖的风暴。那天晚上，印尼人回到工厂宿舍时，已经快11点了。狭小的房间里，7个室友都还没睡，有的在滑手机，有的在吃泡面。印尼人，你去哪了？一个同乡用印尼语问道。老板到处找你，说你翘班，我请假了。印尼人把东西放下，脸上还带着泪痕。兄弟们，你们不会相信今天发生了什么。他开始讲述今晚的经历，从7公里的奔跑到那瓶矿泉水，再到雨婷家里的温暖，以及最后得到的工作机会。室友们听得目瞪口呆。不可能吧，台湾人会这么好？他该不会是想骗你什么吧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印尼人摇摇头，拿出手机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们的合照。照片上，雨婷和印尼人站在门口，两人都笑得很自然。背景是那些即将送给印尼人的物品。
而且印尼人打开 Facebook， 他已经把餐厅老板的联络方式传给我了，明天就可以去面试。室友们沉默了。在他们的经验里，台湾雇主大多是严厉的，能准时发薪水就不错了，怎么会有人这样主动帮助外劳？你应该把这件事分享出去。一个室友建议，让更多人知道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。于是印尼人打开了印尼移工最大的 Facebook 社团台湾印尼移工互助会，开始写下今晚的故事。他写得很认真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敲，虽然中文不好，但他坚持用中文和印尼文双语发文，因为他想让台湾人也能看懂。凌晨1点，这篇文章发出了，标题是一个炒锅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谢谢台湾，谢谢雨婷姐。文章很长，印尼人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，他特别提到了几个细节。当我说水很贵，舍不得喝完时，他的眼神变了，不是看不起，而是心疼。他说大家都是出外打拼的人时，我突然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岛屿上，我不是外人。离开时，我想给他钱，至少付那些东西的费用。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回报，就把这份善意传下去吧。文章最后，印尼人写道，我来台湾2年了，遇过歧视，受过委屈，也曾经想放弃，但今晚让我明白，哪里都有坏人，哪里也都有天使。台湾的天使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们这些异乡人感受到温暖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社群媒体的力量有多大吗？这篇文章像病毒一样开始传播，凌晨2点100个分享，凌晨3点500个分享，早上6点2000个分享。印尼移工们纷纷在底下留言，我也遇过好心的台湾人，有次生病，老板娘亲自开车送我去医院，我的房东阿姨每次都会多做一些菜给我。加油印尼人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但真正让这件事爆红的是一个意外的转折。第二天下午，印尼人如约去餐厅面试，餐厅老板是个40多岁的台湾人，开印尼餐厅已经5年了。你就是雨婷介绍来的印尼人。老板打量着他，会做菜吗？会一点，在家乡有学过。印尼人紧张地回答，那好，做个咖喱鸡给我看看。印尼人走进厨房，看到各种香料，眼睛都亮了，这些都是家乡的味道啊。他开始熟练地处理食材，加入香料，上火。半小时后，一盘香喷喷的印尼咖喱鸡端上桌。老板尝了一口，眼睛瞪大了，这比我请的主厨做的还道地。真的吗？印尼人不敢相信。你明天就来上班。老板当场拍板，周末2天，一天1500，包5晚餐，平日晚上如果有空也可以来，时薪200。印尼人激动得差点跪下来，这个薪水是他在工厂的2倍。但更惊人的还在后面，老板突然说，等等，你是不是昨晚在 Facebook 发文的那个人？原来老板早上看到了那篇疯传的文章，原来是你。老板拍拍印尼人的肩膀，好小子，我就喜欢懂得感恩的人。这样吧，我这里的员工宿舍还有空位，月租3000，单人房，你要不要搬过来？印尼人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从8人挤一间到单人房，从时薪85到200，这一切来得太快，太梦幻。当晚，印尼人更新了 Facebook， 附上他初次在餐厅厨房工作的照片。奇迹真的发生了。谢谢所有为我加油的朋友，特别要谢谢雨婷姐，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这个更新彻底引爆了网络，印尼驻台代表处也注意到了这件事，官方 Facebook 转发并评论，这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，人情味。印尼最大的新闻网站 Berita Kota 记者这才采访了印尼人。透过视讯，记者问他，你觉得台湾人为什么会这么友善？印尼人想了想，说，我觉得是因为台湾人也曾经穷过，也曾经需要别人帮助，所以他们懂得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有多重要。这个回答深深感动了印尼网友。报道发出后，印尼网络上掀起了一股感谢台湾的热潮。我在台湾工作的表哥说，他老板把他当家人。台湾证明了富裕不会让人变得冷漠，希望印尼也能像台湾一样友善。韩国网友看到这些评论不服气了，一定是台湾政府的宣传，就一个炒锅的事，至于吗？结果被印尼网友群起围攻。你们不懂，对穷人来说150元也是大钱，
重点不是炒锅，是那份心意。羡慕就直说，不要酸。就在网络论战打得火热时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终于出现了。雨婷的朋友看到新闻后，认出了照片上的她。雨婷，你上新闻了。雨婷一脸茫然地打开链接，看到铺天盖地的报道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啊。她不知所措。媒体开始寻找这位天使姐姐，但雨婷拒绝了所有采访，只透过朋友发表了一段话：我真的没做什么特别的事。如果你在寒冷的夜晚看到有人为了生活奔跑7公里，你也会想帮他吧。台湾是个移民社会，我们的祖先也曾经一无所有的来到这里。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曾经的自己。这段话让更多台湾人开始反思。1个月后，印尼人再次更新动态，这次照片上多了2个人，他的妻子和女儿。谢谢台湾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我的家人终于来了。照片上一家3口站在桃园火车站前，就是当初他和雨婷见面的地方。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牌子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台湾谢谢你。餐厅老板在底下留言，恭喜，对了，你太太如果想工作，我们餐厅正好缺外场人员。印尼人回复老板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台湾了，这里是我的第2个家。如今印尼人已经是餐厅的副主厨，太太在同一家餐厅当服务员，女儿进了附近的幼稚园，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做印尼菜，分送给附近的印尼移工。这是雨婷姐教我的。印尼人说，把善意传下去。而那个改变一切的炒锅呢，现在还在印尼人家的厨房里服役。他说这是他最珍贵的宝物，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炒锅，更是一个美好故事的开始。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印尼新闻网站的报道。在文章结尾，记者写道，一个二手炒锅150元新台币，大约7万印尼盾。这在台湾可能只是一顿简餐的价格，但它创造的涟漪效应温暖了千万人的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善良不需要很有钱，只需要有心。而台湾就是一个充满善心的地方，这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，不是101大楼，不是日月潭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链接。下次当你在网络上卖二手物品时，记得这个故事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善举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改变。